但这个菜现在在恩施啊，也是只是传说中的菜了，基本上很难找到啊。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谁还吃这个？但是它确实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技艺。还有洋葱。玩的挺下饭。你看啊，这整个这一盘子，能吃的就这点蒜、辣椒、洋葱跟大葱了。这石头子儿啊，倒真是挺香。入口之后，你想它又勾芡，有那么多种辣椒，它就那种特别爽的那种下饭菜的那种口感，你知道吧？然后这石头呢，硬硬的，那肯定的就不敢碰它，有时候怕伤到牙。然后你要仔细嘬呢，带那么一点鱼腥味儿。据说这是上等的啊，就是在对于炒这个菜而言是上等的这个石头啊，它带这个河溪里捡出来这种鹅卵石，它带这种河水的鱼腥味儿。慢点吐啊，这个吐狠了碗都砸碎了。这边它挨着神农架，提起神农架，咱都想的就是野人啊，小时候看的神农架野人，但其实不止于此。这边神农架里面有非常多的自然资源，还有很多河流，他们都是直接汇到长江里的。然后在神农架呢，就有一些当年的纤夫啊，然后他们在那儿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发明了这样的菜。当地人他不光是吃石头，那在困难的时候观音土他也吃啊。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菜它基本上就是流传在传说里了。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前面几代人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里的这个记忆，这么个事儿。你像这个东风奕派啊，它这个车里配备了20个扬声器，它打造的是全景声影音座舱。像这个主驾后面就还有2个头枕扬声器，所以你这个听音乐，它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的带感。我们现在啊，这就到这神农溪了。就这神农溪啊，就是当地纤夫文化的发源地。你好，奕派。什么事？来一首《纤夫的爱》。你走了。
刘师傅，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我65了。 ？65。你呢？我62了。62。哟，您拉芡拉多少年了？那几十年了。 40-50年。我们10几岁、15、16岁就下河了。那会儿跟这会儿比，就是那会儿拉芡啥样？那是拉点货物，从巴东县城拉点货，就巴东县城往里了。哎，往里头拉。那一天拉几趟？一个礼拜拉一趟。1个星期一趟。啊，一个星期就等于是从县城一步一步走回来。啊，1个星期一次。哇，那你这干一趟歇多久啊？休多少啊？啊，干仗都不休息，把货下掉以后都出去又拉进来，啊，走着再走下去，啊，他要放下去，跳下去。走下去啊。跳下去，跳。船拉了之后，师傅就上船了。哦，上船下去。我也下，跳下去。啊，我下了，就是跳下县城。哦，就飘下去。哎，你们原来吃过炒石头吗？是，就这石头。就这活着石头，洗干净了。洗干净，也有一炸。哦，就是这种石头啊。就是那石头。那您这个吃这个炒石头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喝酒那时间也没有买不到菜，就是拿这个货的时间呢，拿累了，晚上就把这个船拴到这个地方，就把这个石头简单一洗干净，搞点油在这个锅里就炸的。这个在我爹手里就用这个石头还在喝，在我们手里喝过的喝的少一些的。那您原来您父亲也是拉芡的吗？是，就是啊，都是拉芡的。都是那些。祖上拉芡拉了几代人了？ 3代人了，我们有拿3代，就是从你往上数3代都是拉芡的。啊，都是拉芡的。哦，那这个炒石头这个菜是很久了吗？很早，很早的时间。很早。很早。这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吃嘛，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啊，没有饭吃。所以就很早时候了。对。哦。啊，也那会儿也没路啊。没工人，都是靠水的，靠水的。哦，就是靠这船。很辛苦。对。这年纪了，身体还受得了干这个？我啊。我今年72了，现在目前枪还没有大毛病嘛。啊，还可以。那你咋想着出来干这个？你不歇歇？我啊，歇不了，你歇了都没有钱的。哦，明白了。啊，真是不容易。不容易。对。哎呀。曹老爷子今年70多了，他家祖上3代纤夫，到他这是第3代。他的孩子现在都已经在城里工作。老爷子说，过去拉芡顺着神农溪要一走拉7天，现在拉芡成了景点儿，每天上午来，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睡觉。鄂西这片地方以山区为主，地形崎岖，地势起伏大，在过去的日子里，物流困难，生活在这里的人要比在平原生活的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才可以生存下来。人没有吃不了的苦，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生活。这里没人说苦，拉芡的号子喊出来的是歌，剩下的故事都在自己的心里。在这个神农架这边，你会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职业啊。这个除了纤夫之外，因为今天在采访那个老爷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几个一直在拍我，然后后来一问啊，我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哦，你绝对想不到他们是干啥的。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下你是干啥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们那个是我们神农架景区今年新招的这个自然观察员。自然观察员，说通俗一点吧。因为神农架景区它本来就是一直有野人的传说，我们的这个神农架一直都有野人的这个演员。哦，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较热点的时候，我们需要深度体验的时候，我们就借着他们演出的这个服装和这个神农架当地的野人一起来体验他们这个工作。不，神农架当地的野人是什么野人？就是我们这个剧院的演员。当地也是野人演员。对对对。你看我这说了那么半天，就是他们是演野人的，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个工作叫演野人，可以这么说，深度体验神农架的各个景区。怎么叫深度体验？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游客的话，可能来神农架只能安排2天到4天，那我们安排的是2个月。哦，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是在宜昌三山大学。你学啥专业了？制药工程。你呢？大数据。我是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哦，你好像是唯一一个搭边的，就是你们仨都是来演野人，然后平时在做这个深度的这个观察。哦，那神农架到底有野人吗？有野人，但是可遇不可求。所以谁遇到过？很早以前的前辈有看到过。哦，就我们有一个这个科考馆，里面就有记录到有这种野人的足迹，还有就是当时看到野人的一些这个我们真实的存在的一些人。哦，是真的有，因为神农架这片太大了，所以大家对整个这林区里面也不是完全对，无人区很大，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探足到的区域。哦，好的，拍的凤蝶。哦，我还以为你拍的野人呢。这儿还拍到过什么呀？蝴蝶的话应该有20多种，然后昆虫的话30-40种，鸟类的话接近100种。兽类的话应该有个4-5种。都拍到过啥兽啊？然后昨天的话有距离大概3米左右，很近，然后观察到那个黄鼠狼捕食那个中华蟾蜍，然后还有那个蒙古兔。这边有大型的动物吗？大型的话有啊。啥？野人。食肉的话，黑熊、金钱豹这边都有。啊，这边里边还有黑熊和金钱豹的。有猎羚，然后那个中华斑羚这些。哦，这个这真不知道，这边还有黑熊。嗯，对。你们这个工作会跑到无人区里去是吗？对，会跑到比较野的地方去。你最野的地方走到过多深？主要是这个是景区招聘的嘛，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大概是在景区里边。哦，明白了。就无人区那边也。神农架的无人区应该是不太好进的。我们现在每次出来拍摄啊，那基本上都得是5个人到6个人啊。那稳重要是在的话，基本上就得按7个人算，那就是一个非常局促的事情。但是有了东风奕派008，那就不一样了。这个车长5米，轴距3米，第3排空间贼大，车里的配置嗷强啊。完了之后，你在车里啊，你不开的时候，你是躺着也行，卧着也行啊，还能看视频。然后整个车里的这个空间也大，然后这个音响也足啊，所以就非常的爽。这个配置拉满才20万起步啊，这个性价比也算是不错。我们要去当地的一个朋友家，为啥今儿要去呢？因为今天是7夕。这进入7月以后啊，在当地的这个恩施土族人的家里，他
咱们基本上会在7月10号啊，就农历7月10号、7月12号左右啊，就要过这个叫月半，那是一种祭祖，然后是全家一起聚餐的那么一个活动，在吃猪肉，吃各种腊啊、排骨啊，非常期待，就让各位看看。今天我们这又跑神农架，完了又折到村里，这一整天啊，这满打满算得跑了200多公里。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车是满油满电啊，这个99%的电啊，这个加满油啊，就是油箱跳表。然后这一路下来之后啊，现在整个这个续航还剩多少呢？还剩945公里。今天这一整天都是在这样的就山路里啊，曲溜拐弯的这么来回穿行的。这开着这个增程车，这跑这种路，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这个续航的压力。哎呀，是个，欢迎，来。哎呀，好湿吧！啊，人家这儿，这做着饭呢，就给了我一个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这，你们知道，3秒，3秒啊！你们知道这是啥吗？就是人家家地里这玉米掰上来之后就现烤的。哦，那边还有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哦，咱们家养的大猪。就是人家一家1年养这么一头大猪，然后要是生了小猪呢，哎，小猪崽还能卖钱。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这大猪就挂到房梁上了，它就会成为腊肉啊！我跟你讲，就他们家这个老宅子，说是100年了，就这个房梁上就那个木头梁啊，你闻着都是腊肉味儿。没事，你多躺会儿啊！花椒那个豆干我拿开点啊。这个肉是可以直接吃的吗？这个肉还得炒。啊，还得炒啊！好家伙，这就是先煸肉再放糖，它都不是炒糖色的问题，而是先把肥油炒出来再上糖。不是说我这人爱吃肉，你就说今儿早上到现在就咂巴几个石头，是吧？有时候他不怪我啊，他客观条件，他氛围到这儿了。这个就直接就这么吃啊？这个就这样吃啊，太好吃了。我能批判性的先尝一口。这个好快的。哇！我去，我跟你讲，就像咬了一口年糕一样，你知道吗？大肥膘，然后带着这个糖，这个糖已经成糖浆了。我们也都那样吃。再来一口，我也会。我操！哦，好了。那个今天是那个也是过月半的时间啊。嗯，我们那个小张
这么远来到我们这里，嗯我们一起敬他喝个酒，我们大家一起喝。来哎好啊，哎，来好好好，哎来，哎，欢迎啊！哎，好，谢谢谢谢。好，拿碗喝啤酒。哎哎，好好。我今天只吃了一顿那个啥，那个炒石头。哦，就是您这儿原来不吃这个我们就没搞过。啊？没知道。哦，就是这个腊肉，就是腊肉。腊肉土豆。哦，这是腊肉啊！那是腊肉。哦呀，我去。啊，这个很好吃。哦，这是那个腊猪蹄是吧？对，哦，哎呀，我去，哎，再尝尝这个，哎，尝尝这个，哇，这个，那他们那边去吧。我操，这个腊味好足。我们那个腊肉它不能喂饲料的，它喂了饲料它就腌不成，所以这个很好吃。这太下饭了。它这每一口啊，这个肉进去之后，它那个辣味的那个味道都非常的足。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就我在外面没吃过的味儿。这个是瘦的，你可以夹这个上面的是瘦的。这是用糖炒的，哦，对，这个我刚才尝了，好吃。这糖肉开太肥了。对，啊，瘦的没有肥的好吃了。对，吃起来也好吃一点。做的太硬了。哦，这个好吃还不腻。呲溜一下就下来，这真好吃。那我这饿了一天了。这个茄子自己种的。自己种了。啊，那个做就是怎么做嘛，就在那个柴火灶里面用火烧的，这个。哦，这每一个都好吃。啊，这扣肉，这咋吃？这就，哎呦，对，直接就这么吃了是吧？对，你看我陪你吃一个。哎呀，我这人真是我对肉其实一般，来，你说一桌饭，这一圈转下来我就已经晕了。哇，这太棒了，真的。这就是恩施人，而且我们这个恩施人，他那个土家族啊，苗族自治族很好客。哇，你看，哎呀，这就是屋里这个猪到明年就也成这个了。对，我们到哪月份，冬天就开始杀了就做这个。啊，您平时自己住在这儿？自己做的，自己做。那这腊肉都是您自己了。那您这自己住这儿，下面的地也自己种都啊？是我个人种的。哇，今天晚上吃饭了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这家。那你们是住城里啊？都住这他们农村人这个家。哦，你咋不去城里住？不习惯。不习惯，我跟他们种这儿。不习惯。我在城里那些肉不好吃。城里的肉他都不吃。哦，城里的肉不行。不行。哦，您这肉可以啊，您这肉好吃啊。您这今年80了。哎，80。哟，这80这么吃，我这厉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要选这种。那个抓件上就是那个。哦。吃腊猪蹄吃环儿是吧？这我张光了，我吃了个环儿啊。我们的土豆挺好吃的。我们呼吸土豆在全中国都很闻名的。哦，有一说你这个腊猪蹄儿真好吃。今天这个叫月半啊，就是这顿饭做了整整1下午。月半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土家族信奉的就是这个，那个逝世的先人呢，都会回家。他们回家的时候就弄个菜，跟他们摆个碗，摆个筷，摆个杯子喝酒的，然后点一下他们的名，叫谁，你来就坐在这里吃饭。今天在这里吃一下饭，就是一个祭祖先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还不能说出来，就是心里叫一下，但是心里叫一下啊，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这样的。然后他吃饭就跟他换个碗在这里，跟他盛点饭，他喝酒就跟地上倒一点酒。明白了。你这下面种了几亩地啊？还有3、4亩地。这玉米也是您自己种啊？都自己种。
土豆呢也是你自己种？都是个人种的，包括今朝我倒搬那么多，没那个了。您今年种了多少土豆？我大买了几千块钱，洋芋我卖2、3千块钱。啊，6000斤。对，6000斤啊。 6000斤土豆。洋芋块钱斤，我卖。您自己背上来的？对。弄花板能背啊，能背。不是用花板，不是这背上来，都看到都背上来，这样拖上来。哇，这您今年多80，背6000斤土豆。那它不是一次性。那是那也挺厉害了。你看那个花板能，搞个板凳这放进去蹬起那他一年背的可能不是6000斤，几万斤。为什么说几万斤？他还有棒子啊，他还要收那个红薯啊，还有那个还要收油菜，油菜呀，都得靠自己在山下去背上来。菜油就是个人种的油菜。我们吃的那个油，那个菜油。 还是自己种的菜籽，然后去找那个加工厂加工的油。它菜油榨出来的地方都有。你这都是自给自足。榨了，然后把这个油就拿回来储藏起来。自己吃的时候就吃那个。然后你每周回来帮着老人分担点。我们我们有时候还倒跟他找麻烦。剩下这些菜明天怎么办？剩下菜给带走都带了，都带走了。一个老人家那不能吃的。老太太不吃啊？吃不完，吃的话一会儿吃不了好多。他一个人吃饭，他不。明天自己咋吃饭呀？我一天2顿饭。一天2顿？早上一顿。中午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不吃吗？晚上不吃了。哟，这挺健康。您自己平时吃什么呀？吃锅烧饭。啥？包谷饭。哦，包谷饭。易奶奶今年80岁了，10几岁的时候从隔壁山里的易家村嫁过来，在这栋据说可以追溯到清朝的老屋子里，一晃就是一辈子。山区里可种植的东西不多，土豆、玉米、烟叶。老人家不抽烟，至今还守护着家里几亩地的土豆和玉米。他说这样的小土豆最好吃，吃了一辈子还觉得好吃，反倒是山外面的吃不惯。易奶奶的老伴儿几年前走了，他就把她葬在家门口的土坡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嘴上不说，心里不忘。鄂西的爱情不讲轰轰烈烈，崎岖的路上保持平稳，才是真的幸福。易奶奶家每周小聚，月办大聚，嘴上没人说，路口的人也没人忘。鄂西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是依靠祖辈艰苦的支撑才生存下来。走出大山的人不会忘却。他的孩子总是叫他搬到城里去，他嘴上说不习惯。可是他要是走了，地荒了，屋空了，老伴儿自己在路口，还有什么意思？就这样，我们驾驶着东风易派008告别了易奶奶一家。都说长情不说爱，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故事，如果不实地走进来看一看，我们也永远无法体会。对，咱们以后再来嘛，有时间。啊，他们也都走了。有的。我说他们都走了。都走了。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在问你。自己住这儿不害怕？不怕，多管车子上。哦，老伴儿就在那儿。做5年了。啊？今年是5年了。走了5年了。啊。想他吗？他有点好，那我们一辈子没闹过架，没。他有点好。这相处一辈子，能让人家说一句有点好，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们也走了。对，以后有机会再来。本质上说，世界不是平的，那么人生来就无法公平。有的人出生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在通往罗马的路边，有的人则出生在连路都没有的山里。可是能把坎坷的路走得平顺，把漫长的路走得安稳，这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考验。走出来的每一步都是财富。